今日收到一把狀態有啲奇怪嘅 Taylor 914，咁佢嘅弦距偏低，而且琴頸嚴重後傾。一般遇到嘅 Taylor 都係線位高，然後琴頸前傾。呢把琴頸後傾，線位過低呢，就真係好罕見啦。鬆線拎走個 saddle 睇下咩情況先。果然下弦枕下面墊咗嘢，有兩塊膠片喺下面。咁通常呢啲情況呢，都係下弦枕打磨過度，然後求其揾啲嘢墊翻高佢。咁呢個下弦枕底部唔平，一定會對音色有壞嘅影響。琴碼邊角有少少甩呢，都係 Taylor 常見嘅問題，都會影響全聲。首先拆咗個 pick up 先，然後準備加熱工具，加熱呢個琴碼，軟化啲膠水，等陣就容易拆出嚟啦。咁我中意用呢個磁石固定呢個發熱帶嘅。咁要加熱幾耐同埋乜嘢溫度呢？就同你維修緊咩吉他係有關係嘅。咁一般嘅 Taylor 吉他呢，82至83度，20至30分鐘就夠㗎啦。與此同時，磨下把鏟刀先，清一清上面啲殘餘膠水痕跡。可以開始試下鏟起個琴碼。成個琴碼就甩咗出嚟啦，然後要好小心咁慢慢清除琴碼上面嘅殘餘木碎同埋膠水漬，咁先會有一個良好嘅接合面重新黐翻上去嘅。琴身呢邊都係要戒走多餘嘅甩架部分。其實一般嘅 Taylor 吉他琴碼下面3至5 mm 嘅邊緣位置呢，都仲係甩架嚟嘅。所以琴碼個邊緣好容易甩，因為根本就冇膠水黐喺下面。當然原廠咁做嘅原因就係唔想搽膠水嗰時啲膠水逼出嚟，然後要清理。刮乾淨之後呢，就要用砂紙打磨一下之後要搽膠水嘅位置，增加接觸面積，就可以黐得更穩固啦。咁我會用動物膠 hot high glue 嚟燒個琴碼嘅。動物膠嘅好處有兩個，第一佢乾咗之後嘅晶體非常之硬；第二如果第時需要再維修嗰時呢，佢係可以唔破壞任何木纖維底下拆翻出嚟嘅。缺點佢係要預先加熱煮過先可以用，而且佢嘅 working time 比較短，大約得1分鐘。當膠水一凍嗰時呢，就會好快變成啫喱狀。落啲夾實佢先，夾好晒之後呢，就等一晚，等佢慢慢風乾。琴碼黐好之後，就解決呢個琴頸後傾嘅問題啦。一般嘅琴頸角度呢，應該係啱啱喺個 bridge 上面嘅。咁依家高咗超過3 mm。咁 Taylor 吉他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呢，就係佢嘅琴頸構造令到佢非常之容易做呢個 neck reset。Taylor 吉他就係靠呢兩塊琴身同埋琴頸嘅墊片嚟調整琴頸角度嘅。依家先切一塊 mahogany 嚟做呢個墊片。大約切出需要嘅形狀，然後用螺機切出最終需要嘅外形。咁我呢塊墊片呢，會比佢原裝嗰塊大約前傾翻0.2 mm，你冇聽錯，係真係0.2 mm 左右嘅啫。因為其實呢啲琴頸角度嘅微調呢，好多時都係小數點後面嘅單位嚟做調整嘅，咁你可以想象到呢件事係幾咁精準嘅。依家就磨翻個合適嘅斜度俾呢個墊片，墊片做好晒啦，放翻入去 perfect fit，然後裝翻條琴頸。擰翻螺絲，咁呢個琴頸重置呢，就基本上搞掂啦。依家個琴頸角度就啱啱好喺個琴碼上面啦，非常好。順手清潔下同埋拋光翻個指板先，清潔下上面嘅使用痕跡。
所以 Taylor 吉他做 set up 嗰時咧，係可以完全唔需要打磨下弦枕，淨係靠做呢個琴頸重置就可以解決呢個試米問題。咁就唔使驚，因為下弦枕打磨過度而令到音色有所損耗。依家由原料開始，重新做一個牛骨嘅下弦枕，先切長度，然後改成合適嘅厚度。兩邊收返個圓角先，然後按照返指板嘅 radius 磨返呢個合適嘅弧度。最後就係磨返呢個音準補償嘅外形啦。咁呢部分如果做得唔好呢，你嘅吉他音準就會有少少問題啦。咁以前呢，我用唔同嘅銼刀去做呢個 step 嘅。咁近年呢，我就變成用一個磨機仔配合吸塵機，一邊磨一邊吸咗啲粉塵。咁呢個下弦枕做好之後呢，就會裝上吉他上面 check 下個音準啱唔啱，然後再拎返上嚟打磨少少，再做呢個最終微調。調整好晒呢，就將呢個下弦枕拋返擰佢啦。咁拋返擰呢個下弦枕，除咗好睇之外呢，佢會令到呢個接觸面光滑少少，冇咁易界斷條線嘅。全部做好啦，裝返上去，好 fit。最後裝線俾大家聽下維修前後嘅聲音變化，無論係音量、sustain 同埋音色都有好明顯嘅改善。唔知大家聽唔聽得出分別呢？如果聽唔出，建議戴上耳機再聽一次。其實我拍呢啲影片，主要係想將啲吉他維修知識喺香港廣傳開去，因為其實呢啲知識咧喺外國係好普遍嘅，只不過喺香港比較少見。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交流，有吉他問題都歡迎預約幫你做個免費檢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